最爱把脸靠在你左胸口，每个心跳都是生命的演奏，在你外套里我不再颤抖，世界随我承受，你却能让我无缘由。就算我们会向真爱飘走，我也尊重严格运作的宇宙。他要我珍惜这一次拥有，你是一切理由，有泪也要勇敢享受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就梦寐以求？你都在我左右，紧握着双手，哪怕身躯会皱，心已被爱渗透，这瞬间已是永久。这种酒挺受欢迎的，它的味道香醇，喝在嘴里有甘甜的滋味，酒下肚后呢，那香味会留在嘴里的。试试看吧。我不喝酒，你试吧。好。果然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。我常说，这种酒就好像旧情人一样，有怀旧的感觉。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反正是你喝的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过去一下。不如你帮我选另外一种红酒吧，我先过去。怎么了？原来你是个怀旧的人哦。你到底为了什么事情不开心？你根本就忘不了你以前的女朋友。没有啊，你怎么会这么说？那天你看见蔡小姐的时候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心里对她还是有感觉的。我哪有？你还否认？连选红酒也要选有旧情人感觉的，你根本就是舍不得她嘛。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啊。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，不是吗？我和诗雅已经结束了，我早就已经放开那段感情了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你证明给我看啊。你要我怎么证明？这也要我教啊？算了。Cleo， 有时候啊，我觉得女人真的很难应付。要看你选择怎么样的女人吧。比如说，如果拿 Cleo 跟你前女友相比的话，我觉得 Cleo 会比较好应付啊。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你跟诗雅很熟吗？不是很熟，不过我大概看得出她挺难应付的。或许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她吧。其实，诗雅是很懂得为人着想的。是吗？那倒看不出。因为她的工作，我们选择放弃那段感情。其实到现在，我都还是觉得挺可惜的。失去的未必是最好的。哎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是真的已经放开以前那段感情了。看来你对诗雅的成见还蛮深的。我做喜事，她做白事，我们注定是要有冲突的。全叔，回来啦！什么事那么开心？你这是明知故问啊！全叔去帕托，当然开心啊。那未必，不是每个人拍拖都开心的。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心里甜甜蜜蜜的？你说什么我都不懂。哎，同事叫来，你去哪里做了什么？没有啦，还不是这样。不要不好意思嘛。你敢取笑你全叔啊？没大没小。爸，我是关心他。全叔，快马加鞭，我等着帮你办婚礼。真的没那么快啦。还快啊！你跟阿娟到底在等什么？爸，你看，妈也一样八卦啊。这么多嘴干什么呢？去做你的事吧。喂，到底怎么样？素鸡2只，
素猪头1只，总共48块，这里50块，找回我2块。你姐姐呢？我要我的素鸡素猪头。妈，素鸡2只，素猪头1个。我去拿。哎，不对，是55块，你要欠5块。不是啊，我大姐说是18块啊，我给你50块，找回我2块。你大姐搞错啦。没有，我大姐没有算错，是48块啊。安迪啊，我要我的素鸡素猪头啊！干嘛这么大声讲话啊？怎么了？大姐，她说你算错了，不是48块，是55块，我还欠她5块哦。你干嘛捉弄他？我只是开玩笑而已。如果他看账单的话，他就知道了嘛。傻瓜。我不是傻瓜。什么事啊？没事。捉弄人的时候不要太过分。谢谢。我只是开玩笑而已，不用那么认真。啊，素鸡2只，素猪头1个，谢谢光顾了。找回我2块。走吧。蔡小姐，我有事跟你谈。因为你，六跟韩威现在在闹情绪。其实他应该相信汉威已经放开以前的事了。他也是在乎汉威，所以才会吃那么大的醋吧。如果现在不能信任对方，那结婚后还是会有问题的。如果他们结不了婚，你会不会开心啊？我干嘛会开心？那你跟汉威就可以重新在一起啊。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吧？我跟汉威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只是普通朋友。你既然把他当成是朋友，那我们的想法应该会一样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不想一段完美的姻缘不能完成。我想帮汉威买礼物送给 Cleo。你站在女人的立场，应该更了解 Cleo 喜欢什么。怎么样，愿不愿意帮忙？其实只要他们完成婚礼，你收到酬劳不就行了吗？你这个婚姻策划还需要做那么多事的。除了确保我的客户顺利的完成婚礼，我也希望他们的过程是开心的。就算你能够办到完美的婚礼，并不代表他们会有完美的婚姻。没错啊，所以我卖的不是婚礼，而是美好的回忆。我希望我的客户不管将来婚姻生活怎么样，每当他们想起那段婚礼的时候，都会禁不住微笑起来。那我就达到目的了。你是个完美主义者，只可惜现实和理想总是有一段距离。你是绕一圈说我天真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过我觉得你非常适合当婚姻策划。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你这种完全相信婚姻的人，才有办法说服别人婚姻是美好的。你不相信婚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要找到一个可以不顾一切去爱的人，真的很难。这么悲观，小心嫁不出去。开玩笑的，别介意。我没那么小气。话说回来，你为什么跟韩威分手啊？不管什么原因都好，现在都不重要了。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一段感情之后，最重要的是留下美好的回忆。打算送什么贺礼给他们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呢？打算帮汉威买什么东西送给 Claire？ 反正就是有诚意、有心思的礼物。不是每个女孩子收到礼物就会没事的。礼物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心意嘛。你好像蛮有信心的。一段感情到最后，最重要的是留下美好的回忆。你干嘛？汉威是不是一个怀旧的人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已经想到要送什么礼物了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
汉威，哎，嗨，恭喜你，谢谢你，这是给你的，谢谢。我先进去了。怎么样？ Cleo 还在闹情绪，怎么了？他还是很不开心，无论我怎么跟他解释，他都不愿意听，还把我赶了出来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跟他谈一下。好吧。主流是不是？哎，Cleo 呢？他在里面。他怎么样了？Cleo，怎么还不出去呢？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我不想出去。你既然不想出去，我坐下来陪你一下好吗？其实你今天真的很漂亮，应该出去展示一下嘛。其实我不知道，是不是应该继续这个婚礼。你不相信汉威已经放下过去的感情？你呢？你相信他说的话吗？你跟汉威在一起多久了2年多了。那这2年里，你觉得他可以信任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为什么不直接问他？我不想知道答案。你是害怕知道汉威的心里还有诗雅，感到失望，是不是？有些事情不知道会更好吧？那你要放弃吗？总好过将来后悔吧。突然来找你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我想跟你谈我和汉威以前的事。我和汉威的确是有过一段很难忘的感情，但因为很多原因，我不得不选择放弃。不能跟汉威在一起，你一定觉得很遗憾吧？是很遗憾，但是我没有后悔，而且我现在很确定，我和汉威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感觉，就算重新开始，我们也不会有同样的结果。我相信，你才是最适合汉威的人，所以我祝福你们，永远幸福快乐。你听到了吧？浩威跟诗雅只是朋友关系。我相信诗雅，可是汉威他，那你不打算进行婚礼了 ？Cleo， 如果你不踏出那道门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汉威真正在想什么。将来，你会不断的问自己，那天为什么不去寻找答案？而且这个谜可能会困扰你一辈子哦。好，我去通知大家，婚礼取消。等一下。你去看发图发生什么事？
众亲友的面前，你愿意和刘汉威先生结婚，结为夫妇，并遵守一夫一妻的制度，终身爱他、敬他，双方互相的扶持，互相体恤，互相了解，努力走人生向上的旅途，建立幸福美好的家园吗？钟小姐，你愿意接受刘汉威先生成为你的合法丈夫吗？Cleo，你怎么了？汉威，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是啊，我是真的爱你啊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啊？这张是往伦敦的来回机票。08年3月12号，那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国旅行。这是从新加坡到槟城的船票。08年7月8号，当时你说要和我一起乘船游玩世界。这是瑞士的火车票。09年2月14号，当时我们在火车内庆祝情人节。原来你一直都守着。这些点点滴滴，都是我们的共同回忆。我要永远把它们留在心里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填满那些空白的页数。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发呆？我真的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感觉，你可以不要来破坏气氛吗？婚宴都还没结束，你就一个人跑出来发呆，很难不让人觉得你还是有一点点的放不下。我只是出来透透气，你想太多了吧？真的一点点的放不下都没有？你一定要认定我放不下你才满意是吗？你不要这么说哦，我不是一个幸灾乐祸的人，我是关心你啊。谢谢你的关心，我还没恭喜你呢。恭喜我什么？办了一个那么成功的婚礼。那也要谢谢你啊，多亏你告诉我汉威有收集东西的习惯，我才会想到送那份礼物给 Cleo。如果不是你，这婚礼就不会那么有意思了。是吗？如果没有我的话，就不会节外生枝，这个婚礼会更顺利了。那倒是，不过这个婚礼就不会那么精彩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真的劝不动 Cleo 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这是我当婚礼策划的第一宗生意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如果他真的不肯出来，我会把他抬出来，逼他成婚。我发现你很喜欢说无聊的话。你是想暗示我们完全不投契，还是少见面的好，是不是？反正我们一个做白事，一个做红事，以后不要再见面会比较好。就让我们以后再也不见面，我干杯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
么事啊？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，以前你是怎么跟老板娘求婚的？那么久的事，我怎么还记得呢？当然不记得啦，你都没有跟我求婚，我没有跟你求婚，那你怎么嫁给我了？你还敢说当年呢？你只是随口这样问问，不如我们结婚吧，就是这样而已啊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切！哇，我随便问一问，你都肯嫁给我啊？我当年年轻不懂事，才会嫁给你呀。哎，全叔，你干嘛问这个问题呀？没有啊。哦，你要跟阿娟求婚呐？喂，你想清楚了啊？其实阿娟为人不错的，又肯委屈自己跟我这个老头子走在一起，是我的福气。我介绍的当然好，不好也不会介绍给你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就去找阿娟，找个好日子，快点结婚喽！啊，喂，你急什么呢？他都还没有求婚。哎呀，求什么婚？阿娟没问题的。喂，刚才你还埋怨我以前太随便，现在又叫他不用去求婚。全叔都1把年纪了，难道你要他像年轻人一样啊，买花买戒指还要跪在地上啊？不用啦，你直接去问阿娟就可以了。是啊，像我这样的年纪还学人家结婚，一定会被人笑的。你结婚怕人家笑什么？我还看过年纪比你大的，娶了一个还可以当他孙女的老婆。对呀，人都需要一个伴啊，这是很正常的。笑你那些人啊，才是无知。你们好，哎呦，阿娟你来啦，这么有空啊？我去做工经过这里，顺便过来拿点东西给全哥。这是我昨晚熬的汤，你午餐的时候可以喝。谢谢你，麻烦你了。不麻烦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干嘛这么客气呀？不要再拖拖拉拉了。哎，不如现在趁大家人都在，就讲清楚喽。如意姐，你们要谈什么？谈你们的婚事啊。全叔啊，你说，你有什么要求啊？我没有什么要求了，最重要的是老来有个伴，可以互相照顾。这个呢，我相信阿娟你一定做得到。阿娟啊，那你呢？我希望能正式嫁给全哥，要有一个安稳的家。全叔，你说呢？没有问题，只要她嫁给我，那我那间屋子呢就会放她的名字。还有呢？全哥有2个女儿，我希望他们能赞同我嫁给全哥，承认我的身份。喂，阿全啊，你有没有跟你女儿说过了？有说了。这么重要的事啊，全叔一定会跟他的2个女儿说的。再说，他又没有跟2个女儿住在一起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没有其他要求了。你答应了。老的，那你就赶快去找个好日子啊，让他们早一点结婚喽。知道了，阿全，恭喜你了啊！恭喜你啊，全叔！谢谢。恭喜你啊，娟！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你的全叔啊，总算赢得美人归啦！真的啊，全叔恭喜你了。那你的婚礼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办得又热闹又好看的。哎，谢谢，你们一家人对我真的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全叔，大家几10年的老朋友了，干嘛这么客气呀？爸，我打了几次电话给你，你怎么都不接啊？没空了。你是不是要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？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吗？还来问什么了？你都几10岁的人了，还临老入花丛，不怕人家笑啊？哎呦，秀萍啊，有话慢慢说，语气不要这么冲。他才认识那个女人几个礼拜，连人家的底都搞不懂，就想娶她，这是老糊涂啊！这个你放心，阿娟呢是我介绍给你爸爸的，人家家世清白，是个正经的女人。正经的女人又怎么会看上一个老头子？还不是贪他有间房子？不是怕他被人家骗啊！这里是人家做生意的地方，你不要在这里发疯啊！爸，你还是想清楚一点嘛！我做什么那是我的事，几时轮到你们来管的？
我只是通知你们而已，不必得到你们的同意的。你走吧。爸，谢平啊，我看你不要气你老爸了，先回去吧。是啊，你先回去吧，有什么事我们好好的商量啊，先回去吧。唉，这个秀萍也真是的，对自己的爸爸讲话这么没大没小，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全叔好，我看啊是为了那间房子啊，怕多一个人来跟他们抢财产。你知道就好。这次啊，你的媒人不好当了，难保不会被人啊在背后骂到你臭头。妈，那婚礼还会进行吗？这个你放心，我做的媒啊，有哪一次是不成功的？哎，老哥，怎么样？反应不是很理想啊。我们等一下也要到外面派传单，希望饭后会有人潮吧。希望吧。看来你拍摄的宣传照没有什么吸引力啊。哎，这可不关我的事，是这2个模特不够好。我是再厉害，也创造不出奇迹。上次好像有人说过，只要他亲自出马，一定没有问题。一个好的摄影师，不管是什么人都会拍得很棒的。承认吧，老弟，你不行啊。我的宣传画拍得再好，没有人看也是没用的。站在这里，怎么会有半个人来看呢？你在这边说风凉话有什么用？要是你真的那么厉害，那你有办法把这边变热闹吗？是啊。你是在挑战我吗？那你敢不敢接受挑战呢？我又不是帮你们婚纱店打工的，有时间我不会去吃饭逛街啊，何必要留在这里费脑筋帮你们想点子？你要死啊，跟我那么计较？有什么好点子就说出来吧。如果想不出，我们不会怪你无能的。你们2个联合起来用激将法，我是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的。好好想你们的点子吧。其实我已经想到一个点子了。这么快啊？什么点子啊？不过需要他的帮忙。好，没问题，只要你的点子够好，我随时奉陪，任你摆布。到底要我做什么？脱衣服。哇哦，这么迫不及待啊！没想到你也是这么性急的人啊！你不要那么无聊啦，脱衣服吧。真的要脱吗？你不是说过，只要我想到好的点子，你就会任我摆布的，你忘了？好，我就慢慢脱给你看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？当当当当！怎么样，帅吧？帅！哎，你穿这样子帮我们派传单，我担保一定很引人注目的。真的要这样啊？我怕吓坏小孩子。老弟，不要勉强。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？传单拿来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如果不成功的话，一定要接受我的惩罚。没问题。啊？我们有不同的配套，如果前面订购的话，我们可以给您很好的折扣。来拿这个看一看吧，我们这个先看一下我们的作品，等一下我再回来。嗨，怎么样？效果还不错吧？你牺牲摄像之后，反应真的不错，已经有10多个人订我们的婚纱配套了。还是我这个模特比较厉害吧？嗯，是啊。你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呐？这一次真的要谢谢你。不客气，
我是很大方的，明知道被你耍，还任你摆布，不像有些人，我拍照的时候提那么一点点要求，就开始耍脾气。要是有些人的态度可以好一点，我就不会那么容易动气。这不是我的问题啊。哎，这点我可以证明，文熙绝对不是个小气的女生。哎呀，有件事情越来越不妥了。什么事啊？我发觉你们两个纯粹是一个鼻孔出气。老哥，我们才是兄弟，你需要这样帮他吗？我只是说公道话啊。我认识文熙这段日子，她从来没有发过脾气，偏偏遇到你之后，才整天气她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那么容易被别人欺负的。你看，她嫌你多事，她不是柔弱的女生，不需要你自作多情的保护。哎，你要是肯帮忙的话，就留下来，不要说那么多废话。好啦，看在你出了个好点子的份上，我就帮人帮到底。传单还不快给我！你们欠我一个人情。知道了，滚吧。哎，我这个老弟说话没分寸，还开玩笑，你不要介意。不会。一个人呐，去哪里？搭车回家。其他人呢？子豪送了 Apple 和 Cherry 回家，我不想麻烦他，所以就自己回家了。哦，原来你这么善解人意的。不过我觉得老哥应该会很乐意送你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住哪里啊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？All right， 你不要告诉我的话呢，那我问老哥。我住东区。路名是什么 ？Brighton Way。哦，我知道，从那边上高速公路会比较快，对不对？不过我不顺路。拜。太过分了！哎，怎么那么快？去哪里啊？你真的很无聊哎。刚才跟你开个玩笑，不要那么小气。来，我送你回家。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现在不想让你送。怎么？不敢上我的车？通常女人不敢上我的车，都是因为害怕。有什么好怕的？他们怕一旦上了我的车，就会无法自拔的离开上我。原来你也不例外哦。你这个人真的很自大哎。好啊，那我就证明给你看，不是每个女人都吃你这一套的。来，我不介意让你抱。坐稳了。是这里吧？没关系，我是不会介意你抱我太紧的。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活着吗？因为我的飙车技术很高超。因为你有好运气，好运气总有一天会用完的。原来你是这么关心我。你的死活才不关我的事啊！我是不想看到子豪难过。在你的人生中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享受这种飙车的感觉。我给你这样的人生体验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你很无聊哎。维希，表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的朋友？哦，他叫子阳，是我工作伙伴的弟弟。这位是我表姐戴琳，她男朋友 Anthony。你好。嗨。你看起来很面善，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面？很多人这么说，谁叫我长了一副大众脸？那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，拜。
拜。听表姐说你是当飞机师的啊，那你应该去过不少国家吧？还好，不过我现在最希望的是常常飞回新加坡。你放心，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艳缘的啊。你真的是很幸运啊，有那么善解人意的女朋友。我的确很幸运。迪儿，你明天还要飞早班机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你看多体贴啊！哎，你好啦。Bye. Good night. Good night. 干嘛这样看着我啊？那么甜蜜，我羡慕嘛。你还笑？好了，我不笑就是了啦。哎，说真的啊，他这样常常飞，你不担心啊？这只是暂时性的啊。他跟我说过，已经申请调职，不当飞机师了。真的啊？他为了你，真的愿意这样安顿下来？哎，那你呢？你对他感觉怎么样？他非常细心，非常体贴，常常都会关心我。就算人在国外，也不时会想到我。能够找到那么好的男人，应该觉得幸福的人是我才对。对他评价那么高，看来他应该就是你的 Mr. Right 了吧？我们的确有考虑过未来。那好吧，等你结婚的时候呢，我帮你设计婚纱，包你嫁得美美的。那先谢谢你啦。不客气。哎，那你呢？我刚才送你回家那位子阳，长得英俊潇洒，看起来也不错嘛。他简直就是个负数。什么负数？从我认识他开始呢，我就已经对他扣100分了，而且啊，现在还在扣分当中。有那么糟糕吗？那你干嘛让他送你回家？别说了，我现在还很后悔。这种男人啊，简直让人倒胃，根本就不可能。你可别把话说得那么重，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？你是不是希望我赶快嫁出去，快一点把我送走啊？你怎么把我说得那么坏啊？我可是被你妈千吩咐万吩咐啊！你的幸福可是我的责任呢。好啦，我知道了啦，好表姐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Morning， 大家早。嘿，早。你几时回来的？昨天晚上。哎，你们办的展销会怎么样啊？3天的展销会，一共有50多个人有兴趣，20多个人已经付定金了。哇，这么多啊！那这下你们有的忙了。如果接下来有更多人要拿我们的配套的话，我们可要聘请更多人手了。那没问题啊，既然有生意上门，是应该增加人手的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收到的定金，你点一下吧。你们真能干，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么好的成绩，我都说你们行的嘛。因为你对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才可以放手去做啊。那继续加油哦！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，我一定支持你们的。哎，对不起，听个电话。好。好了。哦，谢谢。怎么样？注册还顺利吧？啊？当然顺利啊，有我在。恭喜你啦，阿全。谢谢，全叔，恭喜你了。谢谢。还有全嫂，恭喜你了。谢谢你。哎，明天的婚礼你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全叔，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新娘车。明天早上呢，我上你家，然后去接新娘。可是我有一件事想跟老板和老板娘商量。什么事你就说吧。是这样的，阿娟她不是本地人。他现在住的也是跟人家租的地方，虽然屋主他不介意让他从那边嫁出去，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太方便，所以我想让阿娟从你们家出嫁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呀。阿娟啊，那今天晚上呢，你就到我们家来住，明天一早呢就从我们家出嫁。全哥说你们一家都是有福气的人。能够在你们家出嫁，也顺便沾沾你们的福气。阿娟，你别这么说啊！你肯从我们家出嫁，我们都很开心啊！有喜事冲一冲啊，我们家也会旺起来。再说啊，我如果真的有福气啊，我2个儿子早就已经结婚了。
妈，怎么扯到我这里来了？如果你这么喜欢在我们家办喜事，那以后我所有的顾客都请来我们家起新娘包。喂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这件事我跟你妈是同一阵线的。你们两个吊儿郎当的，什么时候才要成家立业？爸，我们现在在谈全叔的婚事，你们现在谈我的事，太不尊重他了吧？老板啊，老板娘，你们也不要担心，子豪啊，他是一个人才，不怕娶不到老婆的。只是暂时呢，他还没有碰上一个好女孩。那么结婚嘛，是一世人的事情，一定要想清楚哦。啊，你看，还是全叔明白事理。你呀，不要整天拿全叔来当挡箭牌。全叔，看这边，我看起来还好吧？你看起来很帅，来搂着新娘子亲热一点嘛。是啊，全叔，亲热一点。全叔脸红了。哎，你们别笑全叔了，上去吧。好了好了，现在上去拜祖先啊，时间刚刚好。新郎新娘进门啦，大富大贵，富贵荣华。全哥，你的女儿女婿没来啊？没来。他们还是反对我嫁给你啊？阿娟，你不用担心，现在你的名分已定，他们想要反对也来不及啦。给他们多一点点时间，他们可以慢慢接受你的。是啊，你就不要烦恼了，先去拜祖先，这次新欢婚礼。以后的事慢慢再说啊！来，是啊，过来拜祖先，祖先保佑你们甜甜蜜蜜，永远恩恩爱爱。全叔，爸，我们反对你和这个女人结婚，你这个贱女人，分明是来骗我爸钱的。不要那么激动，有话好说啊。我们是不会承认这个女人的，今天绝对不能让他们进行婚礼。对，全叔都已经注册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是啊，今天你们爸爸办喜事，不要来这里捣乱啦。哎，大家冷静一点啊，不要把场面搞得那么难看啊！我才不管，绝对不会让这个臭女人住进来。对，把她的行李统统给丢出去！不要闹了，这里是我家。爸，这个女人到底给你喝了什么迷汤？你要这么笨去上她的当？我笨，如果我听你们的话，我就真的笨了。爸，我们是为你着想，怕你给人家骗。骗我钱的人是你们，还说那么多，把他行李丢出去吧！对，丢出去！滚啊滚啊滚啊滚！喂，老人家，动手动脚！这个你不要太生气，臭女人，你不要，我怕你走。喂，冷静点，不要闹了。手，臭女人，手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再闹了，不要闹事！阿全，阿全，阿全，你说，出来，快拿个枕头来！阿全，你振作点，阿全。躺在这里不知死活，你们还闹什么？阿全，全叔，阿全。告诉你，瞒着你，只不过是个决定。放弃你，忘记你，只怕我无法前进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莫名紧张你。